在中国的数字时代，一条微博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不是夸张的比喻，而是王员外亲身经历的噩梦。2020年2月，年仅22岁的王员外，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2个月的年轻人，像无数网民一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发布了几条批评华为的微博，其中一条添加了话题怎么漏怎么来。这看似普通的行为，却为他带来了长达近4年的法律纠纷和精神折磨。8个月后，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华为公司报案，指控王员外的言论造成了巨额商誉损失。随后，警方跨省将王员外抓捕，带回广东东莞。就这样，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被关押了整整9个月。王员外在自述中写道，可以说是华为教会了我步入社会的第一课，而这一课是关于黑暗。被关押期间，王员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回忆道，被关初期，离家几千里，又近农历新年，基本是接近崩溃状态。年轻的王员外面对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内心的恐惧和绝望可想而知。更令人心痛的是，他因为听信任了就能回家过年的谎言，换来的却是长达9个月的持续关押。在这9个月里，王员外甚至不清楚自己具体被指控的罪名，他只知道涉及3条微博、1个话题以及一个天文数字般的1300万元损失。面对这样的指控，王员外感到无助和困惑。他说要看评估报告不给看，后来他们又让我签，面对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材料，这次我实在无法落笔。2021年7月23日，在被关押9个月后，王员外终于取保候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噩梦的结束。接下来的3年零8个月里，王员外被限制在东莞，无法自由离开。他形容这段时间是度日如年。在漫长的等待中，王员外的微博账号在取保前一天被封，切断了他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经过近4年的等待，王员外终于等来了一审结果。然而，这个结果却让他感到更加绝望。法院裁定损害商业信誉罪成立，虽然免予刑事处罚，但这个结果对于王员外来说仍然是难以接受的。他在自述中表示，我相信法院出这种模棱两可的裁定，一定是受了某些因素的蒙蔽。整个案件中，譬如此类啼笑皆非的东西实在太多。目前，王员外已经正式提交上诉状。他说，这一次我只想公开求一个公平，即使是一颗鸡蛋和一堵高墙，在法律面前也应该是平等的。然而，就在他发布这篇自述的第2天，王员外再次收到了自称是东莞警察的电话，对方说出了他的地址门牌号，并要求他删除微博。这一幕再次让人感受到在中国网络空间中言论自由的脆弱。王员外的经历揭示了中国数字时代公民言论自由面临的严峻挑战。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性言论，就可能面临长期监禁和持续的法律纠纷。这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不同声音的容忍度日益降低。王员外的案例并非孤立。近年来，中国多次发生因网络言论而被拘留或判刑的事件。那些案例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在中国，网络空间正在变成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任何言论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然而，王员外的遭遇仅仅是中国数字监控社会的冰山一角。随着科技的发展，监控正以更加隐蔽和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这种渗透往往以智能和便利的名义进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华为为代表的智能家电产品。在中国，智能家居正以惊人的速度普及。
然而，在这些设备带来便利的同时，它们也可能成为侵犯隐私的特洛伊木马。华为智能电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展示了科技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监控的工具。近日，一则网络流传的图片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图片显示，一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提示：当前屏幕前有2个人，将限制人数观看，请购买家庭套餐。这个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了人们对隐私权的担忧。尽管该图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它反映了公众对智能设备监控功能的深深忧虑。事实上，华为早在2020年12月21日的全屋智能及智慧屏新品发布会上就已经公开介绍了其智能电视的监控功能。华为公司自豪地宣布，华为智慧屏 S 系列搭载了一颗磁吸式 AI 慧眼，画面非常清晰。华为智慧屏 S 系列还新增了远程看家功能，处于熄屏状态或开机状态时，手机可以远程调用智慧屏的摄像头查看家里的情况。这种功能的存在引发了严重的隐私担忧。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透露，我家华为电视机确实有一个这种摄像头，而且可以伸出来和缩回去。我用来远程看家的，偶尔看看我儿在不在客厅看电视。另一位网友则说，我家电视就是华为的，摄像头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然而，监控并不止步于电视，华为的智能手机也被指控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监控行动。早前，华为官方宣布，华为手机各机型将陆续新增应用安全检测入口。这个功能可以检测扫描设备内已安装的所有应用是否违规，并与中国的国家反诈中心涉诈信息黑样本库对接。这一举措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响。有人直言，知道了，以后不买华为。更令人不安的是，有爆料称，华为鸿蒙系统收集用户数据。在这场无处不在的监控中，华为扮演着关键角色。据报道，华为旗下的海思芯片设计部门正在制造新的国产芯片，出货给监控摄像头厂商。在美国制裁之前，海思在2018年的全球监控芯片市占率高达 60%。尽管受到制裁后，到2021年，海思的全球市占率暴跌至仅剩 3.9%， 但它似乎正在寻找突破口，重新占领市场。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担心，在自己家中说话、行动是否会被监听和监视。一些人甚至开始在家中的智能设备前自我审查，害怕无意中说出什么不当言论。国际社会对此也表示担忧。多年前，美国6大情报机构就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情报委员会上发出警告，建议美国人不要购买华为和中兴手机。然而，对于普通中国民众来说，要完全摆脱这种监控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可能成为监控工具的国家里，人们不得不学会在监控的阴影下生活。有人选择完全放弃使用智能设备，有人则试图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保护自己的隐私。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号称智能的时代，他们的隐私和自由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这场无声的数字围剿正在重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王员外因一条微博而遭遇的牢狱之灾，到普通家庭客厅里的智能电视可能成为监视器，再到每个人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可能随时上传个人数据，中国人正生活在一个无处不在的数字牢笼中。这不仅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更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本应为人民带来更多便利和自由。然而，现实却是科技正在成为束缚自由、压制思想的工具。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质量，
也正在逐渐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人们不得不时刻警惕，小心翼翼的生活，唯恐一个不经意的言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